穿进 po 文后，为了避免被病娇男主强制爱，我主动出击，跟他约法三章。做完这道题，我就让你亲一下；考上清华，我就当你女朋友。把校霸学渣调教成5好青年之后，我说出最后一件事，我要你做国家栋梁。说完头也不回地甩了他。7年后，我作为财经主播采访新晋商业巨擘，看着病娇男主那张熟悉的帅脸和仿佛要把我扒光了的眼神，我战战兢兢地抛出原定的问题：谢先生，您近期为国家基建捐款100亿，请问是为了什么？谢宇川掀起眼皮，似笑非笑：主人的任务罢了。全场鸦雀无声，目瞪口呆。谢宇川舔了一下后槽牙，笑得邪气。任务完成了，你说他会怎么奖励我？正文开始，世界财经的办公室总是忙碌的，高跟鞋哒哒的声音急促，混杂着昂贵的香水味。我站在主编的办公桌前，一字一句地问：为什么把我采访谢氏总裁的机会悄悄换给李瑶？主编浑水摸鱼打哈哈：这次采访谢宇川是我们世界财经的大事，你资历轻，让李瑶带着放心。我压着怒火，但是这次采访是我拿到的。谢宇川从不在公众前露面，为了拿到采访权，我熬了整整3个月，定背景、理方案、写材料，甚至发烧打着点滴都在开视频会议，这才争取到机会。就连采访的稿件文本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，绝不甘心拱手让人。高跟鞋的声音停在我面前，李瑶穿着烟灰色紧身裙，修长的小腿包裹在肉色丝袜里，斜倚在主编的办公桌上，抱着手臂，笑盈盈地说：那又怎么样，派出去采访的人还是我，倒是得多谢你把稿子写好了，替我省了大功夫了。至于你，他勾起嘴角，露出一个恶意的笑，你替我去接张总的采访，明晚8点，在酒店的总统套房。张总最喜欢年轻美女了，打扮得漂亮点，不要让张总失望哦。他拿出手机，装模作样的惊呼了一声：哎呀，谢氏的人来接我！我气得发抖。李瑶已经笑嘻嘻地坐着公务车绝尘而去，尾气扑在我脸上，像是李瑶嘲讽的笑脸。我咬了咬牙，抬手拦下了后面的出租车，跟上前面那辆车。穿成破文女主都能逆风翻盘，我江晨曦的人生里没有妥协2个字，那就各凭本事，看谁能拿到采访的机会。财经峰会的场地坐落在金融街，入口处铺着鲜红的地毯，笔挺制服的门童恭敬地迎接嘉宾。男士们西装革履，女士们的珠宝熠熠生辉，皆是全球各地的商界精英。我比李瑶晚到了10分钟，刚下车就看到李瑶10厘米高跟鞋倒得飞快，走到一个高个子男人身边，笑容谄媚：谢总，感谢您对我采访稿件的认可，请问现在可以开始吗？我不甘示弱，紧跟在李瑶身后，单刀直入：谢先生，我是联系您特助的江晨曦，请问这次对于全球原油价格上涨0.2%，谢氏财团的海外能源企业将会如何应对？顺着水晶吊灯倾泻而下的流光，我看清了谢宇川的脸。在采访之前，我听过关于谢宇川的无数传闻，我知道他原本是谢氏上一任总裁流落在外的私生子，从小清贫，靠着自己从群狼环伺的兄弟里竞争成功，拿到现任谢氏总裁的位置。他的商业天赋异禀，手段强硬，接管谢氏仅仅4年，就将市值翻了1倍，变成了一个无法撼动的商业巨擘。有人说他长相丑陋，有人说他性格疯狂，有人说他个性暴戾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谢宇川，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包裹着他修长结实的身躯，五官深邃，眉目俊朗，线条冷峻硬朗，气场凌厉而强大。我听到了我心脏骤停的声音，出奇的帅气，也是出奇的熟悉。谢宇川穿过头跟我对视，他的眼眸很黑，像是一汪深潭，里面只映照出来我一个人的身影，而我像是被粘在蛛网上的猎物，心脏骤停，动弹不得。谢宇川突然勾起嘴角，笑了一下，我悚然地发现，这哪里是什么谢氏集团总裁谢宇川，这分明是被我甩了7年的病娇前男友谢卷啊！聚光灯下，结实流畅的肌肉线条藏在黑色的西装下，身姿挺拔，肩宽腿长。谢宇川微微皱起眉头，一双眼睛如同鹰隼一般盯着我，神色不变。天道好轮回。分手的时候，我跟谢卷闹得很难看，为了挽回我，谢卷放下了骄傲和尊严，做出了无数低自尊的事。他在我家楼下固执地站着，仿佛一尊孤独的雕塑，3天3夜，风吹雨打，一动不动。而我已经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。18岁的少年没有往后数年的沉稳谋算，只有一腔热忱执着。隔着太平洋，他给我发信息打电话，一字一句的求：晨曦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我哪里做错了？我全都改。我打了3个月工，凑够一张飞到美国的机票。纽约太大了，我找不到你。西西，你在哪里？求求你，理我。江晨曦，我恨死你了！我在美国读了本科和硕士，在4个月前回国，入职世界财经，成为一名财经主播。谁知道剧情出现了分支，谢卷被豪门世家认了回去。他不再是家境清贫的穷学生，一跃成为商场上手握100亿财富和生杀大权的谢宇川。7年前我玩弄人家还未黑化的纯情少男的感情，现在轮到我还债了。李瑶还在喋喋不休，他靠得极近，丰满的上半身几乎贴在谢宇川的身上。不好意思，让谢总见笑了，这是我们新入职的员工，没什么经验，就知道抢镜头。他转向我，露出嫌恶的表情。江晨曦，赶紧滚开，别在这里没大没小没规矩。我张了张嘴，还没开口，谢宇川已经冷冰冰地吐出一个字：滚。一时间，宴会厅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，惊讶的、嘲讽的、看好戏的目光像是利剑一样穿过我的身体。我的心脏一下子揪了起来，心口上像是盖了一块湿抹布，闷闷的疼。我辜负了谢宇川的感情，他理应不给我任何好脸色看。李瑶仗势欺人，声音更大，像是要所有人都看清我的丑态。听到没的，谢总让你滚。空气仿佛凝固，谢宇川皱了一下眉头，推开李瑶，语气不善：我是说让你滚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像是在看蜘蛛网上的猎物，磨了磨后槽牙，阴森森地说：江晨曦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在助理的引导下，我浑浑噩噩地在采访区坐下。谢宇川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采访，在场所有人都竖起耳朵，目光若有若无地打量着我。我听到有人小声议论：那女的是谁？能请得动谢总？不知道啊，听说之前赵氏千金牵线的采访，谢总都没给她面子。李瑶憎恶的目光更是要把我捅穿了。
谢宇川坐在我对面，像个没事人似的，好整以暇地向后靠在椅背上，语气懒洋洋地回答我之前的问题。欧洲央行今年第2次降息，欧元区的通胀走向并非确定性下降，原油价格上升主要受中东地区生产和航运风险的影响。语调优雅，应答专业。他一双长腿自然舒展，锃亮的皮鞋碰到了我的鞋子边缘。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浑身的细胞都像是绷紧了神经，在身体里齐声尖叫。如果我没感觉错，谢宇川刚刚勾了一下我的小腿，就像是之前每次和他接完吻之后，他都会像是厌足的猫科动物，用尾巴缠着我的小腿。第一次接吻是高考完那天，谢宇川拿着录取通知书来找我，要我履行承诺。谢宇川像是饿了很久的狼，一把拖住我的身体，让我跨坐在他腿上。下一秒，他吻了下来，辗转厮磨，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，咬住我的唇瓣。我被亲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有气无力地推着他的胸膛。别咬！回答我的是谢宇川更加深入的吻。我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剧烈的心跳，节奏如鼓点般急促而有力，只能无力地抓住着他肌肉线条流畅的后背。他碰到了一个位置，我猛然颤了一下，七魂找回来六魄，微微颤颤地按住他的手。不行，这里不行！谢宇川的嗓音带着哑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用力地推开他，只能亲一下，没有别的奖励了。草！骤然被打断，谢宇川脖颈的青筋都爆了起来。江晨曦，你玩我！他用力地喘着气，嗓音又低又哑。训我很好玩吗？你当我是巴甫洛夫的狗是吧？以后一听见你的命令就流口水。还没等我回答，谢宇川又咧开嘴角，自嘲地笑了一下。是挺好玩的。谁叫我每次都上你的当呢？他轻轻地替我擦掉嘴角的水渍，向后一靠，吊儿郎当地说：“说吧，这次又给我什么任务？”我清了清嗓子：“我要你做国家栋梁。”谢宇川悠悠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怎么不让我去当美国总统？”我沉吟片刻：“算了，这个咱俩的国籍做不到。”回忆收拢，看到面前西装笔挺的谢宇川，我轻轻地吐出一口气。现在谢宇川确实成为国家栋梁，只是这一切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谢宇川突然挑了一下眉毛：“江主播，你在听吗？”我吓了一跳，慌忙地翻过一页采访稿。感谢您的回答，谢先生，您近期为国家基建捐款100亿，请问是为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很好回答，为了国家建设，为了慈善事业，为了谢氏的声誉。随便抽一个答案回复都是套话。只见谢宇川掀起眼皮，似笑非笑地勾起嘴角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主人的任务罢了。”像是一颗惊雷落在了会场中心，全场鸦雀无声，瞠目结舌地看着谢宇川，甚至有宾客手中的香槟杯砸到了地上。没看出来，谢总还有这爱好，玩这么大的吗？嘘，小点声，你不要命了。在众人各异的目光中，谢宇川舔了一下后槽牙，笑得邪气。任务完成了，你说他会怎么奖励我？什么主人？什么奖励？在我不在的这几年里，谢宇川这是点亮了什么不得了的爱好，我都不敢想象明天的头版头条会怎么写。劲爆！谢氏集团总裁初次露面，竟是个 M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那个，请问您是怎么养成这个爱好的？”他绷着脸，阴恻恻地说：“从小就被人当狗一样训，打一棒子一个甜枣，做得好，那人就给我甜头吃；做不好，那人一脸连个笑脸都不给我。你说我是怎么养成的？”我缓缓地张大了嘴巴。等等，谢宇川说的那个人怎么这么像我？在觉醒了我是破文女主之后，我预计了自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黑化的谢宇川关起来，酱酿1个月也下不了几次床，变成某种意义上的破布娃娃。为了自救，我开始努力掰正变态男主，每天早上检查前一晚的作业完成的优秀，我才允许他跟我说话，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我就跟他一起吃午饭，天天上课不许缺勤，我才会给他笑脸，硬生生把一个校霸学渣掰成了文明进步好少年。谁知道这一努力就努力大发了，直接让男主点亮了点不得了的新爱好。我脑子木木的，嘴比脑子还快。哦，那你说谢谢了吗？几乎肉眼可见的一股黑气从谢宇川的身后冒出来，他眯了眯眼睛，语气危险至极。那可真的是谢他啊！可惜我还没把奖励讨回来，就让他跑了。这7年连本带利我要都收回来。一阵电流从我的脚底直通天灵盖，想起了7年内那个几乎要把我吞掉的亲吻，连亲都这么凶，真要做点别的，我还下得来床吗？我心惊肉跳，嘴皮子从来没有这么利索过。那个谢总，感谢您的时间，成稿我会明天整理好发给您的助理核对。我还有别的事情，就先走了，再见。我落荒而逃，几乎能感觉到谢宇川的目光紧盯着我的后背，像大型猛兽，知道他的猎物逃不了，所以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先让猎物跑3米，只等下一次捕猎。第2天，我神色蔫蔫地坐在办公室里。昨天见到谢宇川之后，做了一晚上光怪陆离的梦，有的是他用手铐把我铐在床头，有的是他变成猛兽把我压在地上舔我的脖子，还有他从背后蒙住我的眼睛，像是有个声音对我说：“承认吧，江晨曦，你根本无法拒绝谢宇川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拍了拍脸颊，努力将精神集中在采访稿里。李瑶踩着高跟鞋站在我面前，居高临下地说：“今天晚上你去采访张总。”我头也没抬：“不去采访他什么？问他性骚扰案件的进度吗？”李瑶瞪起眼睛：“你……”我冷笑：“知道的咱们这是世界财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拉皮条的地方。我劝你少走捷径，想想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才是正道。”李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主编又过来和稀泥。好了，李瑶，今天晚上你去采访张总。小江，你法语流利，这次法国要起的专访你来做，采访地点都定在国际大酒店，晚上咱们一起过去。晚上9点，华灯初上，国际大酒店的贵宾休息室，刚刚结束法国要起的采访，主编递给我一杯水，我嗓子干得冒烟，喝了一口水，把采访稿发给主编。这个是初稿，我明后2天整理一下，再发准稿给你。主编支吾了一下，突然说：“小江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我心里跳了一下，突然感觉有些不对，猛然站了起来。下一秒，天旋地转，咚的一声，手里的笔记本电脑掉到了地上。主编讷讷地说：“张总承诺事成以后会给我资源，今晚你忍耐一下，回来我给你升职。”
恐惧如同潮水一般从脚底一直蔓延到全身。主编刚刚递给我的那杯水有问题，我努力挣扎着站起来，却发现一丝力气也使不出来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李瑶挽着张森的手臂，扭着腰走了过来。张总，人我给您带来了。张森满脸的横肉随着他的动作微微颤动，三角眼里闪烁着贪婪的光。把他送到我房间里。李瑶勾起嘴角，像是吐出信子的毒蛇，充满恶意地说：江晨曦，你知不知道，张总最喜欢的就是虐待人。上一个女人下床的时候，可是浑身没有一块好皮肉。我嘱咐了张总，可要好好照顾你。我被强行拉进了酒店套房，房门砰的一声被关上，连同我获救的希望一同被关在了外面。酒店房间的光线迷离，我半躺在床上，大口地喘着气。张森已经开始坐在床边解领带，药性让我的神志浑浑噩噩，但我知道绝不定坐以待毙。我用尽力气，狠狠地往张森两腿中间踹了一脚。张森吃痛地叫了一声，脸色猛然变得极为难看。贱人，搞什么贞洁烈女那一套？他的手高高地举起来，下一秒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套房的门被猛地撞开，背着光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谢宇川喘着气，像是一头被激怒的雄狮，双眼发红，紧紧地盯着张森。张森惊恐地后退一步，这一步还未踏实，谢宇川一个箭步冲上前，身体如同一张拉满的弓，拳头裹挟着风，重重地砸向张森的面部。啊！张森鼻血如喷泉般涌出，谢宇川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他的腹部，抬起膝盖，猛地顶向胸口。张森毫无挣扎之力，头青脸肿，皮开肉绽，鲜血汩汩流出。谢宇川咬紧牙关，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来：你的哪只手碰他了？他的皮鞋踩在张森的手上，左手还是右手？咔嚓几声，分明是骨骼碎裂的声响。张森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。谢宇川面无表情，再次抬起脚，咔嚓几声，这次断裂的是小腿的腿骨。张森痛得在地上翻滚，他的脸上、身上布满了伤痕，鲜血染红了地面。进气少出气多，奄奄一息，眼看就不行了，不能让谢宇川在这里杀人。我重重地吸了一口气，费力地撑起身体，轻轻地拉着谢宇川的手腕，把他交给警察。刚刚还带千钧之力的人，却被我这轻轻一拽止住了动作。谢宇川狠狠地闭了闭眼睛，燃烧着火焰，慢慢冷静下来。他冷着脸打了个电话，把已经晕过去的张森扔到房门外面。关上房门，谢宇川垂下眼眸，面色冷凝地擦干净拳头上的血，然后才珍重地、无比小心地摸了摸我的脸颊和手臂。西西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身体不自然地动了一下，脸颊烧得通红。我没事，但是这样不对劲。谢宇川怔怔了一瞬，片刻间，他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房间里弥漫着暧昧的气息，温度在悄然上升。我别过脸，小小声地说：你得帮帮我。谢宇川的眼神暗了下来，锋锐的喉结滚动。他突然拉着我的腿，肌肉流畅的身体像是山一样压下来，一双眼睛像是黑曜石，深邃炽热，又像是幽深的湖面。他的眼睛里有挣扎，也有克制。西西，你想好了吗？回答他的是我用两只手臂揽住他的脖颈，把他拉了下来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谢宇川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20分钟之后，我就为自己这句话付出了代价。床单的质地柔软丝滑，摩擦着皮肤，汗水一滴滴从谢宇川的额头滑落，滴落在我的脖子上。他的眼神中燃烧着无法抑制的感情，手轻轻拂过我的脸颊，如同羽毛般轻柔，却又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。他缓缓低下头，嘴唇贴近我的耳畔，轻声呢喃着我的名字：晨曦，西西。吻如雨点般落了下来，我的脸颊烧得通红，一道一道地抓着谢宇川的背肌。不。谢宇川咬住我的嘴唇，我听到他低低的笑了一声。西西，还说我不是男人吗？我呜呜地摇头，想求饶，下面的话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，只能哽咽地抽泣，到最后甚至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我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在酒店，而是躺在一张巨大的欧式豪华大床上。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璀璨的水晶吊灯，巨大的落地窗占据了一整面墙，阳光毫无阻碍地洒进来，房间温暖而明亮。窗外是一片美丽的花园景色。这是哪里？我翻了个身，龇牙咧嘴，嘴巴被咬破了，腰酸腿软，小肚子胀胀的。我忍不住悄悄骂了一句：谢宇川，狗东西！一只结实有力的手臂揽住我的腰，灼热的吐息喷在耳边。醒了，精神挺好，还有力气骂我。这是哪里？我家。谢宇川低头亲了我一口，趁你睡着了，把你运过来的。我想到了昨天的场景，猛然坐了起来，又因为腰酸不得不脱力地躺了回去。后来张森怎么样了？他伸手过来，轻柔地帮我揉腰。张森已经被警察带走了。谢宇川的语调带着一丝狠厉。还有李瑶和你们那个主编，一个都别想跑。我放下心来，嗯了一声，把脸靠在他坚实的胸肌上，享受难得的平静。谢宇川像是一只厌足的猛兽，把脸埋在我的脖颈里蹭了又蹭，这才依依不舍地站起来穿衣服。他是标准的倒三角身体，肌肉线条流畅结实，充满了力量感和男性的荷尔蒙。腰部精瘦有力，肱二头肌、胸肌、8块腹肌，人鱼线一个不少。皮肤是光滑漂亮的小麦色，只是现在背肌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抓痕。我脸颊慢慢变红，转过头去，那时候我都快崩溃了，哪里还控制得好力度？我艰难地坐起来，想要穿衣服的时候，蓦然发现自己的手上戴着一枚戒指，素圈铂金，上面刻了2个字 JX， 严丝合缝地套在我无名指上。我一怔，你给我戴的？谢宇川的样子像是比我还诧异。你昨天都把我吃干抹净了，难道还不负责吗？我差点没控制好表情。我昨天晚上哭得嗓子都哑了，跪在地毯上回头求他，他都不答应清点的。是谁把谁吃干抹净了？谢宇川骨节分明的手指摩挲着我无名指上的戒指，把另一枚指环塞给了我。西西，帮我戴上。我们结婚。那是一枚和我的戒指相似的对戒，更宽一点，上面刻着2个字 XJ。我慢慢地摸过戒指上的印刻，看着谢宇川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：谢宇川，和你结婚，你会控制我吗？
这也是我最开始要离开谢宇川的原因。按照原定剧情，谢宇川是个天生的病娇，他控制欲爆表，会给我的手机里装定位监控，在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，限制我外出，控制我的交友，不让我工作。甚至到了后期，我的活动范围只能在他给我买的别墅和他的床上，我的世界里只能有他一个人，这是不正常，也是不健康的。他静静地看着我，黑眸深邃，像是寂静的夜空。我不会，西西，因为如果我那么做，你会伤心的。谢宇川一把抱住我，把脸埋在我的脖梗里，我的脖子里感觉湿湿的，像是划过一道水痕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，为我和谢宇川拥抱的身躯勾勒出一道金边。微风卷过树梢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温暖安宁。谢宇川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你教过我的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我知道伤心的感觉有多痛苦，所以我不想让你伤心。我沉默良久，抬起酸软至极的手臂，揽住他精瘦的腰，然后把那枚戒指一寸一寸地戴在他的无名指上。我和谢宇川在他的别墅里鬼混了3天3夜，卧室、书房、楼梯、落地窗、厨房、浴室。第4天，我终于受不了了，推开他：“你堂堂一个总裁，不用工作的吗？”谢宇川懒洋洋地说：“工作哪里有老婆重要？你不工作，我还要工作。你的采访稿润色好了，我得去趟你公司找公关部定稿。”谢氏总部坐落在京城最核心的地段，共有50层，外观采用了最先进的建筑设计理念，玻璃幕墙如同镜子一般，映照着周围的高楼大厦和蓝天白云。总裁办公室在最顶层。我去公关部交完稿子后，刚回到总裁办公室，就看到秘书把季度的财务报表给他。谢宇川一脸沉稳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有老婆了？我老婆可崇拜我了，还会专门来采访我。哎，对了，你老婆会这样吗？”我看不下去了，我下午约了采访，先走了。下午我是真约了人。朱莉，好久不见。我拥抱了一下面前的女孩，哥大毕业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了吧？朱莉热情地回报我：“是啊，但是线上联系可不少。朱莉是我的大学好友，我学新闻学，她学心理学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她就回国创立了诊所，现在是业内知名的心理医生。我这次的采访对象就是她。围绕着心理学治疗、心理疾病的诱因以及心理医生职业发展等等问题，完成了一篇采访稿件之后，朱莉冲我眨了眨眼睛，开始闲聊：晨曦，你最近可出名了。前几天那个金融峰会，就是你采访谢宇川那个，是现场直播的。”我一呆，想到那天谢宇川都当众说了什么，瞬间脸红了。朱莉拍了一下手，笑嘻嘻地打趣我：“你不知道，谢宇川当时看你的眼神都快把你给扒光了。他说的那句主人的任务，好像多不情愿似的。但是他当时脸上有多爽，可是全国人民都看到了。网上现在都管谢宇川叫奖励哥。”我捂住脸，这是什么鬼外号？朱莉笑了一会儿，突然叹了一口气：“晨曦，谢宇川这些年其实一直在我这里咨询心理问题，他的状态非常令人担忧，重度偏执、焦虑、整夜失眠、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躯体化症状。他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变得孤僻、冷漠，不愿意与人交流，将自己封闭在一个黑暗的盒子里。而这个盒子的钥匙只有你有。”朱莉认真地握了一下我的手：“不管是为了我的朋友，还是为了我的病人，你们两个能在一起，我都非常开心。”她笑了一下，说起来，她偏执症最严重的时候，还问我是否能做到在戒指里放定位和监控，这样就能时时刻刻满足她的控制欲。她说她找工厂咨询过，想要在戒指里放监控的话，只能做普通的铂金素圈，宽度要宽一点，就像是……朱莉的话音突然止住，她低下头，看到了我无名指上戴着的素圈铂金戒，就像是我这枚戒指一样。我瞪大眼睛，仿佛刚刚听到的是一个荒诞至极的噩梦，缓缓低下头，看着手指上那枚象征着爱情与承诺的戒指，此刻却觉得它无比陌生，甚至有些可怕，心脏一阵阵的绞痛，像是淹没在无尽的海水里，让我几乎无法呼吸。抱歉，朱莉，我有点事情，先回去了。朱莉担忧地看着我，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我要回去找谢宇川说清楚。他明明知道我会伤心的，他明明说过他会改正的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别墅里，谢宇川系着围裙，手里拿着锅铲，居家气息十足。回来啦，你去餐厅坐一会儿，晚饭马上就好。谢宇川不喜欢房子里有别人在，佣人住在旁边配套的小别墅里，我吃的东西和贴身衣物全部都只能由他经手。我垂着脑袋，一言不发地从后面环抱住谢山川精瘦的腰。怎么了，西西？他一愣，放下锅铲，谁欺负你了？我抿了一下嘴，眼泪先掉了下来。你欺负我了，谢宇川。我抬起头看向他的眼睛，我不想猜忌，也不想我们之间有任何隔阂，所以我直接来找你问清楚。谢宇川，你为什么要在戒指里放监控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再把我关起来了吗？这是我人生中最漫长、最痛苦的10秒钟，时间像是被凝固。谢宇川愣住了，脸上的血色尽数褪去。我问他：谢宇川，你承认吗？他沉默片刻，扯着嘴角，很勉强地笑了一下。我承认，我确实在戒指里装了监控，仿佛有一盆冰水兜头浇下，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手紧紧攥住，几乎要停止跳动。谢宇川闭了闭眼睛，但是装在我的戒指里。过量的信息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什么？谢宇川拿过我的手机，点开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app， 光点跳动，被监控人这一天的路线逐渐清晰。先到谢氏集团大厦，然后地产监管局，下午和合作方洽谈，晚上回别墅。这是谢宇川一天的行程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的手机里装上了监控软件，让我可以时时刻刻看到他的行程。我的脑子里一团乱麻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谢宇川的声音很低。因为我有病，西西，我没有安全感，但我又不想让你伤心，所以你来控制我好吗？他抬起眼睛，黑曜石一般的眸子里竟然带着恳求。我把我的项圈给你，你来掌握我。仿佛有一道惊雷在脑海中轰然炸响。谢宇川强烈的感情如狂暴的洪流，汹涌而来，几乎将我吞没。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，每一下都像是重锤敲击在胸口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震动。谢宇川垂着眼眸，睫毛轻轻颤动着，在眼睑处投下一片淡淡的阴影，像是蝴蝶脆弱的翅膀。
我爱你，但你是自由的，所以让我属于你，好不好？江晨曦，你可以驯养我吗？从那天之后，谢宇川的偏执症和焦虑症好了很多。被我时刻监控的这件事，给了谢宇川无比的安全感。他要我永远看着他，时时刻刻都把他的小狗项圈攥在手里，有时候还会理直气壮地反问我：今天我都去哪里了？如果我答不全，就是不关心他，那天晚上就别想睡觉了。第二天醒过来，手腕是红的，眼睛的肿的，腿是软的，怎么看都是我吃亏。过了2个月，张森的判决下了来，强奸罪、投放违禁药品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。有一个小小的波折，在法庭上，张森不承认他投放违禁药物。我给那些女人下的都是让人失去意识的迷药，从来没有下过春药。但铁证如山，容不得他辩驳。李瑶和主编作为从犯，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我很快凭着多篇优秀的采访稿件升职成为主编。这天，我去采访时尚圈新锐摄影师孟瑶星，我跟孟瑶星一见如故。采访完之后，又约去甜品店聊天。孟瑶星已经怀孕5个月，身段依然苗条。她吃了半块小蛋糕，叹了一口气，跟我吐槽：我老公的脑子最近被撞坏了，总以为我嫁给了别人，肚子里怀的是别的男人的孩子。他说他不当小三，让我赶紧离婚再嫁给他，孩子他来养。但是我老公本来就是他，怎么离婚呀？我惊呆了。然后呢？孟瑶星弯着大眼睛，然后我亲了他一口，他就想通了，说离不离婚的无所谓，不被爱的才是3。一辆迈巴赫停在门口，走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高个男人，肩宽腿长，比男明星还帅。孟瑶星冲我挥手，我老公来接我了，晨曦拜拜。孟瑶星的老公冲我微微领手，小心地扶着她离开，气质沉稳，从容有度，一点也看不出来脑子被撞坏了，上赶着自己给自己当小三的样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际会，如果谢宇川的外号叫奖励哥，那这位的外号应该就叫小三哥了。我失笑，合起笔记本，回到独立办公室。助理对我说：晨曦姐，下周的采访行程我帮您录入到电脑里了。助理犹豫了片刻，还是说道：我不小心在您的电脑里看到了一个以谢总命名的文件夹，难道您……我眨眨眼睛，冲他竖起一根食指。嘘，助理用力点头，在嘴巴上做了一个拉链的手势。助理走后，我坐在办公桌后，点开了那个名为谢宇川的加密文件夹，输入的密码是谢宇川的生日，是一本长达7年的记录。从我和谢宇川分开那天开始，这是我再次遇到他那天。20乘以1年，离开谢卷的第1年，我的失眠很严重，每晚都会做关于他的梦，醒过来枕头都哭湿了。他也在想我吗？20乘以3年，我在清华的公示板上看到了谢卷的名字，他拿到了特等奖学金，还竞选上了学生会主席，真好，祝你前程似锦，未来无限。20乘以5年，谢卷被谢家认回去了，改名谢宇川。谢家老头有3任妻子，无数情人，7个儿子5个女儿，个个都不是好相与的。但是我知道谢宇川一定能赢，我相信他。20乘以8年3月，朱莉把病情记录发了过来，谢宇川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重度焦虑、躁郁症、双向情感障碍。朱莉说给他催眠治疗的时候，他反复在念一个名字：晨曦，晨曦，晨曦。他在叫我，我一刻也等不了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见谢宇川，不管他会不会突然黑化，也不管他会不会把我关起来，我都要回去。毕竟他本就是我的男主角，不是吗？20乘以8年5月，张森这个老畜生竟然敢性侵女学生，我帮被侵犯的女生报了警，但是收集的证据不够，没办法把这个老畜生关进去。可恶，我得想个办法。20乘以8年6月13日，金融峰会日，我终于再次见到谢宇川了。他变成熟了，又好像没什么变化，他依然会用那种眼神看我，帅得让人腿软。但是他怎么没有行动？得下点猛药了。20乘以8年6月14日，李瑶要我去采访张森，我知道他和那个老畜生合谋，想要对我动手。我想到一个绝妙的计划，既能收集那个老畜生性骚扰的证据，又能套路谢宇川。我调查好了 ，A 牌的药剂会放大欲望，同时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那天晚上，我吃下这个药，然后把谢宇川叫到酒店。谢宇川，你要是不来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把这个文件夹拖到了回收站，彻底删除。我和他故事在未来会有很长很长的续篇，但是这一次，谢宇川实实在在的在我身边，不再需要冷冰冰的文字继续。被谢宇川那山呼海啸压倒一切的热情拥抱过的人，又怎么会不爱上他？手机叮的一声，谢宇川给我发消息：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回复：蒜蓉龙虾、宫保鸡丁、香菇油菜。好，我去买。我在哪里？我没忍住笑了一下，打开定位 app 回复他：你在南城分公司。谢宇川满意的给我回了一个小狗贴贴的表情包。答对了，记住我属于你，你要一直看着我哦。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，春去秋来，日升月沉，桃花开了又落，叶子绿了又黄。有我的陪伴，谢宇川现在已经不再失眠和焦虑，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幸福安宁。这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和谢宇川窝在家里一起切了蛋糕。吹灭蜡烛的时候，谢宇川贴在我耳边，轻轻地说：晨曦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如果你再抛弃我，我会死的。他看着我，眼睛像是灿烂的星河，里藏着万千的情谊。小狗如果被在主人抛弃，是会死的。这是谢宇川最大的秘密。烛光氤氲，像一个永不消逝的梦境。我仿佛又看了那个16岁的谢宇川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阳光明亮的光线透过屋檐和茂密的树叶，在青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身形清瘦，肩宽腿长，连松松垮垮的校服穿在他身上都显得尤为好看，一拳打翻了打劫我的小混混。少年眉骨上被刀划了一道口子，他不在乎地抹了一把血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猛然一亮，像是看到心爱的洋娃娃。喂，你长得真好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咚咚咚咚，我的心口里像是揣着一只小兔子，跳得好厉害。我心想，我长得好看吗？明明你长得才好看。烛光明灭间，我看向谢宇川棱角分明的侧脸，笑弯了眼睛，凑过去亲吻他的嘴唇，用只有他听见的声音回答：我也是。再离开你，我也会死的。谁说这本po文小说里有病的只是男主？在你爱上我的那一天，我也同样对你一见钟情了。全文完。